你好，你知道中国有很多好吃的食物，比如说北京烤鸭，麻婆豆腐，还有小笼包等等，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可是现在我住在国外，我最想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，我最想吃的东西叫沙县小吃。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沙县小吃。那沙县是什么意思？沙县是中国福建的一个县，是一个地方，离我的老家非常近。对，那沙县小吃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小吃。为什么沙县小吃不是那么有名呢？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有名的食物，它们的味道比较重，比较特别。比如说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非常脆，咔呲咔呲，非常脆，又脆又香。然后麻婆豆腐又麻又辣，然后小笼包，小笼包，小笼包是什么味道？小笼包很鲜，对。很有名的食物，可能它们都是有很特别的味道，可以让人记住的味道。可是我说的沙县小吃，我觉得它们的味道有一点点清淡，不是很特别。可是它是很多人可以每天吃的味道。对，沙县小吃比较简单，比较清淡。可是因为我是中国福建人，我觉得沙县小吃非常合我的胃口，非常好吃。那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小吃，一般来说小吃就是比较小的东西，然后可能你需要点很多个。那为什么沙县小吃在中国是最有名的小吃呢？其实这后面有一个很复杂的故事。那我简单的说，就是沙县这个地方，以前他们有一种东西叫标会。标会是什么？标会有一点点像银行，但是银行是非常正规的。可能政府会管这个银行，可是标会不是正规的，所以在沙县有很多标会。这个标会呢，他们有很多钱，然后呢，他们会把钱借给别人，然后也会有人投资。一开始有这个标会，是因为，可能如果你找银行，银行不会借钱给你，然后这个标会会借钱给你，可是你也要还很多钱，就是利息很高。一开始是有很多做生意的人，他们需要钱，所以他们来找标会借钱，然后还钱，还很多利息。那普通的人他们会投资，投资也会拿到很多利息。可是有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在中国的小地方，这个问题非常普遍，就是在很小的地方，有的人非常喜欢赌博。比如说他们借钱不是去做生意，他们借钱去赌博。赌博的人觉得，我借钱，我一定可以赢很多钱。对，这个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借钱不是去开饭店，不是去做生意，是去赌博。那他们把钱借走，钱是回不来的。对，投资的人也拿不回来钱。所以一开始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借钱去赌博，然后还不了这个钱。还有就是标会的人把钱拿走，然后跑了。好，所以因为这个问题，有非常多的沙县人，他们欠了很多钱。
那有一个人，我们叫他邓先生。邓先生他欠了很多很多钱，怎么办？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厦门，厦门是福建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方。对，他跑到那里，然后呢，他开始卖小吃，沙县小吃。对，他就是第一个卖沙县小吃的人。然后沙县人听说啊，如果你做沙县小吃，然后你拿去卖，你可以赚到钱。越来越多沙县人去卖小吃，然后赚到钱。所以呢，现在沙县在福建是一个很有钱的地方。好，那为什么卖这个东西可以赚钱？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，这些东西非常便宜，又便宜又不错，挺好吃的。然后呢，有很多很多选择。可能有钱的中国人会觉得，沙县小吃不是很好的东西。可是有很多没有钱的人，比如说农民工，他们会觉得，沙县小吃是他们很好的选择。吃沙县小吃是非常实惠的，然后也管饱，你也可以吃得很饱。好，那之后沙县的政府他们发现了很多人，他们都因为做小吃赚了很多钱，所以呢，政府也鼓励大家去做。政府说，我教你们怎么做，大家都应该去做小吃，大家都可以赚钱。因为那个时候在沙县有很多山，然后没有很多地。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很穷的，是没有钱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政府说你们都去做沙县小吃，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赚到很多钱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是沙县人，你不可以做沙县小吃呢？也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因为谁都可以做，所以呢，不是很规范。有的人做的非常地道，非常正宗，可是有的人可能做的就不是很地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做。好，慢慢的，很多人想到沙县小吃，我们就会觉得，沙县小吃很便宜，可是呢，不是很干净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沙县小吃就是便宜，但是不太干净的饭店。其实我知道很多很多做沙县小吃的人，比如说我好朋友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嫂子就是我哥哥的老婆，对，他们都做过沙县小吃。那我知道做沙县小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沙县小吃有非常多的选择。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菜单，你会发现他们要做很多很多东西。比如说，他们要做汤，一碗一碗的汤，每一碗汤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们要去准备这些东西。然后呢，他们要卤很多肉，比如说卤鸭肉、鸡肉，鸡蛋、豆腐等等，所以呢，他们也要卤很多东西。还有沙县小吃最重要的3个东西，一个是拌面，一个是扁肉，扁肉就是馄饨，福建的馄饨，还有一个是蒸饺，就是饺子是蒸的。好，那这3个东西可能做起来很快，可是你也需要做这3个东西。沙县小吃还有很多很多别的选择，每个店不一样。我最喜欢吃的2个东西，一个是炒米粉，还有一个是拌青菜，就是青菜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沙县小吃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。一般来说，沙县小吃只有2个人，一般来说是一对夫妻，老公和老婆，他们开一个沙县小吃的店。
然后也没有服务员，只有这2个人。所以你想想，这2个人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。我好朋友的爸爸妈妈告诉我，他们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吃过沙县小吃，然后以后你去中国，你看到了这个标志沙县小吃，那你可以去试试。我觉得我会推荐拌面，很多很多人喜欢吃拌面，外国人也喜欢拌面，因为拌面里有花生酱，所以很多外国人也喜欢拌面。还有我会推荐你试试卤的东西，比如说卤鸡腿也很好吃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可以去沙县这个地方哦，那在这个地方有一条街都是沙县小吃，他们有更多的选择，他们有很多东西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。对，所以也有中国人，他们特意去沙县这个地方吃沙县小吃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不好吃的，所有的沙县小吃都很好吃。如果不好吃，那这个饭店它一定会关门倒闭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沙县小吃就是像美国的麦当劳，因为它很便宜，然后它到处都是，很多很多地方都是，然后可能如果你没有钱，你会觉得吃沙县小吃、吃麦当劳也不错，对。所以中国的麦当劳就是沙县小吃。那在你的国家有没有你们国家的麦当劳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